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DS。白净的海滩，清澈的海水，风光明媚，却又充满浓厚日本风味，如珍珠一般美丽的群岛——冲绳 （Okinawa）。冬天的时候来到这边，到底能够玩什么呢？如果你觉得冲绳只是像垦丁一般的存在的话，那你就错了。我出发前查询资料，我发现呢，这样子的一个小岛登陆的世界文化遗产居然有9座。既然这9座散布在冲绳岛上，那环岛就是最棒的方式咯。所以呢，第一个步骤，租车。在冲绳租车其实并不会太难。首先你要在台湾取得日本的驾照翻译本，台币100块，薄薄的一张纸。然后呢，连同你的驾照正本带去给租车公司，一样它会有中文的窗口，不过它根本不会讲中文。这间租车公司呢，我是在网络上面找的，你只要打冲绳租车，资料非常多，他会跟你核对你上网所登录的资料，并且呢，给你选择你要什么样的方案，有最豪华的保险方案，毕竟人在国外嘛，当然保险多一点是比较好的咯。再来就是带你巡车，教你怎么使用，那过程中都是比手画脚的。巡车之后就要上路啦，第一次在日本右驾。真的非常紧张，不过日本的人呢，开车秩序真的非常优秀，可能跟我们后面贴了一个外国人开车有关系吧，大家都闪得远远的。确定了方向之后，立刻踏上旅途，前往第一个文化遗产坐喜卫城遗址。坐喜卫城它的特色就是岩石排列的城墙，真的非常的惊人。可惜的是，这里不能空拍，不要违法，我们乖乖用自己的肉眼来欣赏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。可能是因为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，你会发现冲绳的城堡风格跟日本本土很不一样。Was it easy walking away?Was it hard when you found yourself outside? Were you scared? Start all over. Did you always know? 欣赏完继续上路，持续我们的环岛计划。下一站是残波甲灯塔，它离坐喜卫城不远。这里最著名的就是雄伟壮观的断崖峭壁，而且它连绵不断。We just two kids and nothing else to do. A little money in our pockets and a hurry to say I love you. Swear the days last forever, never thinking about the end. As long as we were together, we could make it through anything. Now I gotta see you all through town, standing next to him.Does he know all your secrets? Could he tell you all your dreams? I still remember when all we had was us. I thought that would always be enough. 继续向北行，就会到另外一个相当著名的景点——象鼻岩。不是啦，是万座毛。有些旅游杂志甚至将这个景点当作冲绳的代表呢。那为什么这个很像象鼻岩的自然景观会叫做万座毛呢？后来才知道，原来这是琉球王国时代上敬王曾经形容这一个能让1万人站立于此的宽阔草原，所以才叫做万座毛。毛就是代表草原的意思咯。那常年的风化侵蚀而成，像是象鼻一样特殊的造型，距离海平面大概20公尺，是日本国定的自然公园，非常的漂亮，我很喜欢这里，推荐你们下次也可以来。
我们结束第一天的行程啦，好饿哦！我现在来吃这个大臼。拿出 Google 地图，意外发现这间名字很凶的，叫做大臼的一间日本寿司店，赶快进去吃吃看吧。它的寿司量非常大，而且售价大概在800块日币左右，也不算贵，我觉得非常好吃，而且它的肉啊真的是太新鲜了。到现在我回到台湾了，还是觉得很怀念。影片结束前，大家可以猜猜看，我们晚上会在哪里过夜呢？在影片下面留言给我，答案会在第2集的时候公布。猜对，我就会送出一张冲绳的明信片哦。如果你是冲绳旅游小达人，有推荐的景点，也欢迎留言给我，让我知道。谢谢你们今天的收看，拜拜，下次见。